有一天，他开车回来，我看不是平时的车牌，就把他拦下了，问了几句。你是哪家哪户啊？业主，我天天从这儿过，你不认识我？每天那么多人，我哪能都记得住？麻烦你下车登记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有病啊你！赶紧给我看门，有事儿。哎，不骂人呢，下车登记，不登记不让进。你这什么才看门吗？啊？你牙长齐了吗？就咬人，把自己当回事儿啊？怎么啊？还都是把自己当回事啊？小川啊，你别动，上来，小川，不好意思，赵总，这我们员工不懂事，您上车，我给您开门。就因为这事儿，你就把人杀了？就这一次也就算了，后来他每次路过门口，只要是我值班，他就把车一停，车窗也要找事儿。还有一次，直接给我扔臭狗屎。因为这事我也找过队长，我说我想换个夜班，不就扔点垃圾吗？你捡了不就完了吗？就你事儿多。一气之下我就不干了。你是12月1号辞职的，隔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又想着回去报仇呢？辞职以后，公司也不要我了。安保公司互相之间都通气儿，这家不要了，别家也不爱要。我心想我就送快递吧，本来干得好好的，谁成想又让我碰见他一会儿。来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来。好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这次不光工作没了，还给人赔钱。好不容易攒了钱，赔了还不够。那他这次又对你做什么？要不是他，我现在老老实实当保安呢；要不是后来碰见他，我现在好好送快递呢。说说当天的事儿。你有病，你才有病！来吧。张总，您找我啊？这次要是实在去不了的话，我只能派别的同事去了。你请了这么长时间的病假，平时工作又不能加班。张总，您不用说了，我能去。这次出差可得7天，你家里顾得过来？没问题。妈妈最近会经常出差，但是答应你，只要在家的时候就多花时间陪你，好不好？嗯。妈，您别这样，不就是学校寄宿吗？我能行，咱俩各自都管好自己，就是对彼此负责任。你这都跟谁学的一套一套？我说了，您可别生气啊。我不生气，谁呀？我爸说的，他给我学校寄了封信，说让我好好学习，长大以后好好照顾你。把书包背上吧，走，妈妈送你上学去。妈妈，爸爸以后要是改好了，还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吗？你爸妈要推这个小箱子。子明，哎，我送妮子去学校了啊。啊，我也收拾差不多了，一会儿我也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啊？爷爷，这是
啊，走，跟爷爷进屋玩去。来，来，走。来，好久不见了，这是当厨子了？啊，有点搭个下手。最近我这生意不错，来一个，我请。大，好你那怂呀，大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坐。你好，你好，来2杯咖啡。好的。还是2包糖吗？少糖糕，这个了。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还行。别说我了，你怎么样？我结婚啦，不过现在你得叫我马科长。马科长好，我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侦查员。没事儿，我今天没出现场。我姐的事儿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这么大的人情，我也还不上。以后你要有任何事儿需要到我的，你随时说。你能帮得上忙的，能是什么好事儿？也是啊。你姐恢复怎么样？还行。医生说也需要慢慢的康复啊。反正只要他心态没问题，我就放心了。那就好。你好，哪位？是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好，谢谢。抱歉，老师。没事。抱歉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来，儿子，走，回家了。哎，跟老师再见。再见，姐姐。老师，再见。谢谢你啊，老师。没事。拜拜。爷爷。哎，点点回来了，哎，回屋玩去吧。你在家呢？啊，在呢。怎么了？那你不去接孩子？哟，
我给忘了。就这么点事儿，就让你到点接个孩子，你都能给忘了？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不是你一天怎么想的？脑子里除了跳舞跟喝酒没别的事儿了是吗？孩子要丢了你不心疼啊？把酒藏哪儿了？这儿子是你的，是我的呀？我欠你的。行，你不欠我啊，喝吧，玩命喝。以后孩子不用你接了，我自己接。走。喂，师傅，接到报案，栗庄地区有人抛尸。知道了，你们先过去，我马上到。爸爸，你是不是要走啊？啊，爸爸出去一趟，啊，你乖乖睡觉，明天早上，爸爸送你去学校，好不好？好吧。睡吧。好。就看见一人影，那人影是高啊、胖啊、矮啊、瘦啊？挺高，挺壮，好像是个男的。那他朝哪个方向去了？那边，那边。哦，哎，对，哦那边。啊，里边这边走是吧？在哪儿？他那个具体长什么样，你还记得吗？模样我没看清。师傅，干嘛？我先带你回去做个笔录。小琴，明哥，什么情况？尸体是在那儿被发现的，沿途都有拖拽痕迹，一直到这儿，再往前就没发现任何痕迹了，所以起点应该是这里。之前可能是抱着或者背着。谢谢你啊，您带他去啊。嗯，师傅，怎么着？那个抱狗的阿姨就是目击者，她吧半夜出来遛狗，然后就发现吧那边有人往地上放东西，她呢就看这个人鬼鬼祟祟跑了，狗一直往那个方向叫，她给120打了个电话，过去一看就发现地上有一女的，但是那人长什么样她记不清了，估计叫画像也没用。什么叫估计啊？叫个画像。哎，现场有手机吗？没发现任何跟死者身份有关的东西，我让那个警车出去排查了，估计希望也不大。下去看看。咱们的搜索范围应该在扩大一点，在这儿绝对不要。好，在扩大公里。书记啊，师傅，刚才我看了看，死者呀挺年轻的，手段也非常残忍，所以想打扰你啊，看一下现场，叫老张跟你介绍一下情况，晚上连夜开展工作。明白。你先看看现场。您放心。是吧？哎，张哥，哎，来，子然，哎，刚跟小乔说完，死因初步判断啊，窒息，主要是给你看这个手呢。你看，他是颈后下来，双臂倒背，而且每一个关节上都打了结节，直至脚踝，又反位回来，在双手上打了个活扣，很专业。哪种专业？什么人会打这种结？不好说。死亡时间呢？时间应该是24小时左右，从时间上看啊。
李刚，你去比对一下失踪人口。好，夏雨，咱们俩去附近溜溜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第一现场。张哥，你们先忙。尸检报告快点啊，拜托了。师傅，这直通那别墅区啊。哎，等等，我开个免提。说吧。哎，师傅，说，死者身份出来了。死者呢叫赵红霞，39岁，辉城人，之前在这个海明歌舞团工作，是一名舞蹈家。他住的这个小区是豫江雅苑12号，离这个案发现场不远。是我就这个别墅区，豫江雅苑。怎么发现的？我不是查这个失踪人口吗？前天晚上10点多，有个小女孩哭着喊着，就跟这个小区保安说她姑姑不见了。小区保安也找了，没找到。这个小女孩她妈呢，就给120打了个电话，片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开始对这个周围案件进行串灭，什么拦路抢劫的、尾随妇女，包括这个盗窃案，串灭了40多个小时，没找到。我就这么一查，刚好就找到了。然后包括他这个指纹信息也已经匹对上了，地上的这个死者就是前天晚上他们报案要找的这个人。报案人跟死者什么关系？是他嫂子，叫张璐。我现在通知他吗？等天亮再说吧。明天把小女孩叫上，一块聊聊。你先找个地方眯会儿吧，啊。行，就这样啊。你也回去歇会儿。不是顺着你吗？不用管我。儿子，还没开门呢，你再睡会儿。到底什么意思呀你？你就不能抽出来点时间吗？就是赵红霞，她可是亲妹妹啊。前天就是她报案，然后这个小女孩是张璐的女儿，叫甜甜，也就是张红霞的侄女。啊，这是我们刘队。啊，您好。您好，请坐。我们就是跟您了解点情况。你们平时住这儿吗？我们不住这儿，下午我就要回去了，就是出差这3天住到这儿了。出差怎么带着孩子？不上学吗？孩子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我，直到我来外地出差，就一直哭闹。我老公就给他请了几天假，让我带在身边。可是我有工作，肯定是不能带着他呀。我老公就给红霞打了一个电话，红霞当时也挺热情的，说让我们住到他家，然后还能帮我带带孩子。你们是哪天来的？前天中午下飞机就直接到这儿了。晚上我们集团有一个商务宴请，我差不多5点多钟就走了。赵红霞平时的生活状态您了解吗？平时跟什么人交往比较多？有没有男朋友？这些我都不太清楚。我们平时也不联系，就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您刚刚是跟他哥打电话吧？对，我老公。他了解他的情况吗？他们俩好几年都没见过面，平常也不联系。这不报了案，派出所的找他了解一下情况，他们也就知道他在歌舞团工作，其他的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为什么不来啊？
他们兄妹关系特别一般，平常又不联系。再一个，我们家开了个饭店，前几天服务员都跑了，他也实在忙得脱不开身了。再问的详细点啊，我能跟您女儿聊两句。可以。甜甜呀，你把刚刚跟我说的话，现在再跟这个书记说一遍，好不好？你再仔细的回忆一下那天的情况，说的越详细越好啊。那天妈妈出去工作了，晚上姑姑点了披萨，我不爱吃披萨。快睡觉时，姑姑看我饿了，就说出去给我买点吃的。结果过了好半天，姑姑都没回来。我一个人在家害怕，就出去找她了。那姑姑大概是几点出的门？你还记得吗？快9点半了吧？那你是几点出的门呢？快10点半了。哦。我们能走了吗？您说的行程我们已经核实过了，跟您说的一样。询问笔录做完了吧？做完了。那你们可以走了，但是您手机要保持畅通，后面的事儿我们会再通知您。好，谢谢啊，麻烦您了。雅琳，你送一下。好，走吧。甜甜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师傅，了解的怎么样了？他们老家的派出所说，赵红霞他们家一共是4口人，他父母去年先后生病去世，生前是工人，他有个哥哥，不过他们兄妹感情一般，平常联系的比较少。他哥一直留在老家，半年没离开过。父母去世都没回去啊？他哥说他没回去，不过转了钱，葬礼办得还挺风光。你说，单位呢？歌舞团那边怎么说？我给他们打电话了，态度特别不好，张口就是没听过、不知道、不认识。我就直接去了一趟，到了他们那个财务科才查到这个赵红霞的资料，说是一直挂了个关系，没发过工资，也没见过这个人，属于那个停薪留职的阶段。都停薪留职了，住这么大别墅，还有辆跑车，哪来的钱啊？这有点奇怪，我去查一下他这套房子交信息。快去。走。小心。林哥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暂时没有。硬要说的话，我带你去3楼看一眼。那小孩一直哭啊，我就陪他应着，然后我还找了好几个人帮着一块儿找。哎呀，但是后来没找到，完事儿我就给他妈打了个电话，他妈回来就看了看这个情况，就说报警吧。哎，你们这小区附近有什么饭店或者超市之类的吗？饭店倒是有那么2、3家，超市2公里以外有一个稍微大点的，近处的话就只有一个便利店，啊，就从这儿出去，然后右拐，顶道头左拐。平时有什么人来找他吗？他们平时就自己进出。哎，以前倒是有一个老先生经常和他一块儿。多久以前？哎呀，得有大半年了，反正很久没见着。那老先生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？
这老先生看着应该有60多岁，然后对他口音是广东口音，差不多有1.7米，应该有1.7米，反正穿的倒是很板正，就是一身的西装。开车吗？开，这小区里都是奔驰宝马，就他开一老皇冠。车牌号你没有记录吧？车牌号，哎，您稍等，我找一下。哎，应该是这个，记一下。哦。哎，你们小区东边的一片荒地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没开发呀？哦，那个之前说要开发来着，但是后来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儿来着，这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就搁置。平时有人从那儿过吗？应该没有吧，那儿什么都没有啊。我们在这个死者的胃容里啊，发现了未消化的玉米粒儿、淀粉还有鸡肉，由此推断出他的死亡时间到被发现的时间是20到22个小时之间，也就是3月5号的凌晨1点到3点之间。这跟他侄女提供的信息相符，死者生前确实点了鼻子。另外呢，尸体有被猥亵的痕迹，但是没有性交的痕迹。死亡原因就是窒息。哪种窒息啊？绳子勒的还是手掐的？都不是。虽然他脖子上有掐痕啊，确实也是人手造成的，但是他死亡原因是缺氧。什么意思？最开始我们也是怀疑他被掐死的，因为他这个体表特征啊，跟缢颈、勒颈和扼颈特别的像。后来我们经过这个颈下病理的这些证据来支撑，认为他是胸腔无法扩缩，肺部换气障碍造成的死亡，也就是被闷死的。闷死？对，为什么闷死？这个就没法说了，因为这个可能性太多了，我们暂时接着说吧。现在咱们看这个绳子啊，现在我们是为了做尸检，把它都剪开了，也就是说之前它是一整根绳子，却把受害者身上的每一个关节全都捆住了，说明这个操作人的手法非常娴熟。咱们再看他手上这个浅表伤口，都是生前造成的，包括这个指甲缝里的这个泥土，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指甲缝隙里面去了。哦，对，目前我们这边的情况就这么多。小姚，你这块有补充吗？哎，这个尸体表面的沙和土啊，都是咱们当地普通的植物和土壤，其中还带有微量的河沙。可是那附近没有河呀。是啊，但现在到处都是工地，扬沙又防范不到位，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那捆绑的绳呢？就是普通的尼龙绳，跟捆衣服的，还有捆货物的都是一样的，到处都可以买得到。从死者指甲里面提取到的皮肤组织，目前还在等待老张的化验结果。哎，死者的手机呢？一直不在服务区，近半年内的通话记录我们再排查。我把那监控放给你。我也走访了附近的饭店、超市、便利店，最后在离小区500米左右一家便利店找到了这个赵红霞最后的购物监控记录。我也问过这个店员，他是一个人去的，前后没有什么可疑人员。行，停吧。大家看啊，这个视频中显示，3月4号晚上不到10点，赵红霞还是好好的。那据家里人反映，10点半还没有回家，说明预期时间应该是在这之间。那刚才老张又说，死亡时间是在3月5号凌晨，对，1点到3点之间，1点到3点，而发现他的那个现场是3月5号的晚上。那这期间，他人去哪儿了？还有衣服、外套不见了，现在穿的是一个白色外套，外套哪去了？再有就是绳子为什么捆成那样？一般人应该不会这么费劲，不可能因为就是为了搬运方便捆成这样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第一案发现场在哪儿？怎么样？你怎么看？老板，你把张红霞那套房子过户信息跟黄队汇报一下。张红霞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2002年过的户，原户主叫赖鸿川，56岁，香港人。小区保安提到的那个车牌登记人也是这个赖鸿川。你们去好好调查一下。明白。好，这边请。
慢点儿。赖先生，客人到了。时间挺长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对不起。没事，您先平复一下。我想问一下您，玉江雅苑那套别墅是您过户给赵红霞的？对，是我送给她的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会送给她一套别墅？那就要从我跟她认识开始说起了。那应该是99年吧，我在一家叫歌颂的歌舞厅里面看她跳舞。我第一眼看到小霞的时候，我就给她迷住了。她的一颦一笑都是很迷人的。还有她跳舞时候的眼神，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。请进。赖先生，你来啦！太漂亮了，这个花送给你。谢谢啊，又让你破费了。饿了吗？安妮夫，我带你去吃夜宵。好啊，那你去外面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衣服就出来。他是专业学舞蹈的，为什么会在会所跳舞呢？我也这样问他，他告诉我，他急着用钱，那个会所的老板给钱手松，还有他傍晚时候还可以回去练舞。他着急用钱干嘛？他也没告诉我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有一个错任男朋友，叫刘进。刘什么？英俊的俊。英俊的俊。好，您继续。他们两个都是非诚人。这个刘进考进了那个邮电大学，小霞后来也跟着考进那个歌舞团。小霞就是因为他才离乡背井来到这里。几年后，这个刘进差不多要毕业了，又想去国外留学，可是他们家里穷啊，哪里可以负担得起？小霞就帮他去表演跳舞，不想他那么辛苦，我就给了他20万。这个刘进拿了钱出国了。这刘俊在国外待了几年啊？这期间有没有回来找过他？没有。他到美国读的是什么编程，那个时候国内还不太吃香。他读着，后来想法有改变，他想留在哪里，这样就跟小霞与他当初协议不一样。如果他要留在美国，一定要拿到绿卡。这个小子走捷径，他在美国找到女孩子结婚。小霞知道这个事之后，他疯了，他非常非常痛苦。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，我回来了。好了，想通就好了。看，都不漂亮了。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你去爱，把他忘掉。小霞，答应我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这个房子你先住下，慢慢再去哪里冥想，啊？好了，看，这裤不漂亮。后来
小沙答应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第二天，我就把他住的房子改了他的名字。他跟我大概有7、8年，大概在08年年中吧，我从香港回来，就感觉小霞有点异样，他总是闷闷不乐的。我再三问他，他最后才告诉我，刘静回来了。他们见面，不单单见过，他们又走在一起。那这个刘俊这次回来是探亲还是回来工作？创业。他回来碰巧赶上那个 IT 潮，这个时候，小霞又在一起帮他，他把房子抵押了，还给我拿了一点钱给他，大概有1000万吧。那个时候我就劝他，我说这个人不可靠，我担心他受到更大的伤害。可是小霞迷了，他听不进去。这个刘静拿了1000万，马上开了公司，用公司名义买了2个房子，2个底商，一个写字楼。他创业了，做得挺大，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没有感觉小霞开心。他给我感觉是更加痛苦。他为什么痛苦？因为这个刘静根本没有想过娶她。这个阶段，你跟赵凤霞关系怎么样？你们吵架吗？吵啊，怎么可能不吵？我跟小霞的关系，就是因为这个刘静回来就已经岌岌可危了，再加上这个刘静对他不好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频繁出入酒吧、夜店，花钱买醉。大概去年11月吧，他找我，又跟我要钱。这次我没再给他。小霞，带我回去。你管我？借给我钱还想管我？带我回家吧。家在哪儿呢？哪儿是我的家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你喝醉了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家慢慢说。说了别管我。小霞，你还年轻啊，你不要糟蹋自己啊！你现在是积不积极？你看，喝酒、赌钱，你在积财呢。对啊，那又怎么了？那要不这样，你跟我结婚，你跟我结婚，我就在家给你当全职太太，哪儿都不去了，什么都不干，行不行？你行吗？不行还说个屁啊！所以以后咱俩各人各命，各走各路，你不用管我死活，我也不欠你的。小霞，自此之后，我们就再没见过了。所以那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，之后再没见过。连我的生日，他都没有打电话给我。师傅，你说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说起跟死者最后一次见面闹得不愉快，完全不避嫌，应该不是假的。我也觉得不像吧。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吧，他人在青岛，一听到赵红霞出事，立马就飞过来，表现的还确实是挺关心的。
咱不接了，有人接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，干嘛呢？我不是还原一下这个凶手的捆绑方式嘛？咱痕迹、物证都走不通，想破解他这个手法，或许对咱侦破案件有帮助呢。你这都研究出什么了？啊，这要看怎么说了。这一样一样说呗。啊，你看啊，他这个结吧是八字结，八字结是哪样？也是将绳取成环状，然后呢，将这个活端绕过这个固定部分，再从这个环中绕出，啊，这就是八字结了。八字结比这个反手结更有效。你的意思就是想说，这种结平常生活中很少用？对，生活中咱都用平结，八字结，哎，有一类人群用八字结。什么人群？钓鱼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过去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天上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孤寂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荆棘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架空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深夜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对手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大地的。宇宙间一根火柴，擦亮你幽怨背影。长夜里一颗孤星，写在你冰冷腮边。神是心还是魂，寄居在人世一场贪欢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空空的。我不是你的，我是空空